韩国嚣张黄毛不把中国拳手放眼里，擂台当面扭屁股嘲讽挑衅，河南拳王彻底怒了，直接把他按在地上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于峰的格斗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场暴揍韩国人的比赛。比赛的双方，一位是中国硬汉姚洪刚，一位是韩国狂人赵南珍。先来介绍一下中国选手姚洪刚，自幼练习少林黑虎拳，从小打下的功夫底子，让他得以拜在焦王李宝如老先生门下，开始练习中国跤。2007年第一次参加中国跤比赛的姚洪刚就一举拿下了冠军，随后接连拿到全国腰锦赛冠军和全国体育大赛冠军。接着姚洪刚转战 MMA 综合格斗，准备在这个新的领域发光发热。而这次比赛的对手名叫赵南珍，此人极为嚣张，被广大拳迷叫做狂妄小子。作为韩国 Team Med 拳馆的代表人物，他的风格相当突出，每次比赛前都会狂喷对手，这次比赛也不例外。开赛前就嘲讽姚洪刚是个老家伙，记得让团队准备好救护车，随时准备拉走。如此瞧不起人，姚洪刚自然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，只说一句话：擂台见真章。那咱们也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前，麻烦你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支持下姚洪刚吧。咱们的比赛正式开战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右边的红色拳套选手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姚洪刚，另一边黑方选手是韩国选手赵南珍。开局两人在近身的缠斗中是想要带入地面的。姚洪刚抓住对手脖子，想来个断头台，不想给对手挣脱的机会，还在束缚。赵南珍的抵抗力量也是非常强大，两人在地面打了个轮转，回到站立。看下赵南珍正蹬，姚洪刚下一步该怎么做？前手后手先打出，地扫踢，后手重拳，前手后手，哎呦，赵南珍打得非常快，这两波，再来跳膝，后手，又来跳膝，但被姚洪刚空中拦截。现在是打入了地面，这个位置看一下姚洪刚能不能布置一下战术。对手是抓住了脖子，这个位置姚洪刚反而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。先击腹，看能不能将对手的左胳膊给他打开。没有再抓脖子了，姚洪刚在正面压住，砸肘，想要站起，马上要打出擂台了。这个位置姚洪刚要小心，但是左手抓住了对手的脖颈，如果布置的好一点的话，可以做一个断头台。裁判叫停了比赛，让两人回到擂台中心，因为这边马上就要打下去了。比赛继续。对手砸腹，身体在不断的扭曲，想要挣脱姚洪刚的束缚。姚洪刚还是想做一个断头台的，可以看到非常积极在用右胳膊去抓对手的头部。赵南珍玩了一个疯狗式的挣脱法，不断的用双腿蹬开，转换自己的身位。这种大角度的转换确实是很难让对手抓到机会。上位的砸拳，连续两发砸拳有点重，姚洪刚要小心，不要再吃更多的砸拳了。这个位置一定要做好防守。2分钟，第一回合。转到背后，姚洪刚抓脖子，打头。能看到这个韩国选手非常喜欢拳腿并用，有时候甚至会用上脚用脚蹬人。
哎呦，这个姿势，我们能够看到姚洪刚是用双腿将对手直接蹬飞了，想将对手推开。可以看出来姚洪刚这种打法是非常有创意的，而且腿部的力量极大，才能完成这种操作。现在赵南珍漂亮，被压在身下，现场观众沸腾了。姚洪刚的这种打法实在是让人热血沸腾，既有创意又有力量。现场观众在喊打他，可以看到嚣张的韩国选手还在招手，让现场的中国观众再喊大声一点。只能说啊，这个选手的态度真的是非常嚣张，狂妄到家了。最后的40秒，第一回合，姚洪刚砸肘，右手中击再打头。这个位置对手是将姚洪刚搂入近身，不想让他再进攻了。20秒，低扫踢，韩国选手又开始嘲讽，蹬腿，再踢你一脚。还在这很调皮的蹬腿，那看来第一回合就要在这样的耗时间下结束了。现在就下马上开始第二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二回合正式开始。来看姚洪刚这边慢慢向前逼近。我们在刚才第一回合的末尾的时候啊，能看到姚洪刚他的打法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的，更为主动的进攻。那这边韩国选手是直接开始了扭屁股挑衅嘲讽，姚洪刚也是直接来到边角等待他表演完。我只能说这韩国人啊，真的是有表演型人格，在格斗赛场上还喜欢搞这种动作啊，真的是想太多了。想要跳击，姚洪刚直接抓腿，非常快的反应，已经了解对手的战术打法了。在第一回合就有这样的动作，这边抱腿直接摔倒，姚洪刚带入地面，同时在上位砸拳，配合砸肘，嚣张的韩国棒子啊，现在被打的只能抱头防守。可以看到赵南珍反扑还是非常猛烈的，但这个动作啊，感觉脖子就要扭断了。姚洪刚还在猛烈的继续加压，马上又要打出去了。这边是来了个夺面剪刀腿，韩国选手是偷学星爷的招式，左手拳轰出。这边两人僵持住了，看一下姚洪刚下一步能不能多砸一些砸拳。其实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上位的砸击的。姚洪刚可能也是对于对手的这种反抗有一些忌惮，怕自己在进攻的时候对手趁势逃脱。可以看到姚洪刚还是很谨慎的，先抓对手的身位，砸击来了，站起来直接砸击。韩国选手选择踢腿，同时勾手让姚洪刚打自己，真的是太欠揍了啊！这嚣张的韩国棒子，脸都被打成这个红样了啊，还在这嘲讽。前手后手打到头上，两人换拳，完全打空。姚洪刚这边拿到一波优势，抱腰，再在地面，对手是顺势压在身下。这个位置姚洪刚应该是可以挣脱的，对手没有什么锁技。2分钟，姚洪刚想抓胳膊，准备顶膝，不断在打头，不断在打头。姚洪刚还是想将对手蹬开的，双腿在加力，对手砸肘，2发砸手砸到头上，蹬腿，哟，这一脚有点凶猛啊！如果说这一脚，我们能够看到韩国选手的下巴是遭到了重创，他直接捂着自己的嘴啊，不敢动弹了。刚才不是够嚣张吗？还在这儿嘲讽，还在这儿叫嚣。时间暂时定格在1分36秒，裁判给予了姚洪刚一个警告，
因为不可以用脚啊，是直接蹬对手的下巴的。刚才也是一个失误。好，那这边比赛继续。Now Yao is I think this is he's about to fight quite a bit now. Yeah, another point taken away. 两人调整身位，拉扯更加谨慎了，毕竟是最后一回合最后时间。姚洪刚抱腿，抱腿再接抱腰，两人踉跄，姚洪刚拿到上位砸拳，砸2拳之后，对手进行翻转躲闪，但现在还没有起身。用蹬腿去限制姚洪刚的进攻，姚洪刚踢你一屁股，想要站起，但是又被摆拳给扫倒了。50秒，姚洪刚抓机会，右手重拳。40秒，蹬腿，抱头，还有35秒，顶膝。30秒，姚洪刚现在是占据比赛的主动权的。10秒钟。姚洪刚现在是死限制着对手，铃声敲响，在最后的1秒，姚洪刚也保持着对比赛的掌控，对比赛的压制，两人都挂彩了。韩国选手脸上是被打出了一道口子，姚洪刚是鼻血流了出来。姚洪刚的团队非常有自信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胜者。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bantamweight champion of legend, Yao That's 3 for 3 tonight for China Top Team, the first ever bantamweight champion of Legend Fighting Championship. Look at the tears of joy from Yao Hongar. Well, a deserved victory. He made a lot of the play, didn't he, in those 3 rounds? Got the penalty, but, well, you could see by the reactions at the end of the